刘强刘总还乡感恩乡里，村里凡是60岁以上的老人，每人发放1万慰问金，1袋米2桶油，大家速到村委会领取。文叔，您拿好，有困难再来找我。好，谢谢。感恩乡里，造福乡亲，应该的。让苏来感谢我们，让是大家挣到钱钱。老刘啊，你家强子真有本事，整1万块，他真是比我的亲儿子对我还好啊！大强子不但有本事，心肠还好，不忘本。养儿当如大祥子，真是光宗耀祖啊！强子，天热，你吃口西瓜，这都是咱们村特产啊！谢谢村长，来，好。这瓜真甜啊！对了，村长，咱们镇是西瓜之乡，今年这西瓜销路怎么样啊？别提了，今年这西瓜，镇上的奸商才收2毛钱1斤，这连种地的本钱都赚不回来呀！啊，2毛1斤，这价也太低吧！强子，叔替乡亲们求求你，你有本事又见多识广，叔求你帮乡亲们把这些西瓜收了吧！我收，村长，我没做过西瓜生意啊。您就收了吧，不然我们都没活路了呀！强子，这可是挣脸面的事儿啊！我做主了，这忙你必须得帮。好吧，我想想办法，大家快起来！村长，咱们村产多少斤西瓜？大约1000万斤。强子，这是我闺女微微，她刚大学毕业没工作，就让她给你当个助理吧。村里的事儿她都了解，也好方便西瓜采购。行吧。谢谢哥，我从小都特别崇拜你。Mr. 刘，我知道你西瓜滞销遇到难处，我早就慕名想跟您合作了。国外西瓜批发价是每斤1.5块。不过，我也表示首次合作的诚意，我愿意以2块1斤价格收购。后续我希望能与刘先生开展更多的合作。太感谢了，史密斯先生真是性情中人。谢谢刘总。今晚我要跟您一醉方休，明天咱们就签海外战略合作协议。太好了，2块1斤，这下村民们可赚大了。2块1斤是结算价，人工费、物流费、出口税成本最少也得8毛。这样吧，我们就以1.5块1斤的价格收购村民的西瓜。这样一来，我们每斤还得倒贴进去3毛钱，1000万斤可就是300万啊！算了，就当为村里行善积德了。林助理，这是刚跟史密斯先生签的海外收购合同。今天开始收购村民的西瓜，价格就按1.5块1斤收购。1.5块1斤，哥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我这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乡亲们。2块钱1斤，他每斤吃了乡亲们5毛钱的回扣，1斤赚5毛，1000万斤就是500万。好你个刘强啊，你可真够黑的！不行，我得告诉乡亲们。刘强准备以1.5块1斤的价格收购咱们村的西瓜。刘强做事太过分，每斤物资从中赚取差价，实在太不顾及乡里脸面。这般只顾自身利益行事，实在辜负邻里信任。他向来行事张扬，稍有起色便洋洋得意，此事我们定然不能轻易作罢。
今天是我60大寿，大家伙来这么早啊？快快快，进屋里喝茶。喝什么茶？你儿子在喝我们村民的血呀！天旺，怎么了这是？你先抽根烟。怎么了？老刘啊，老刘，你们老刘家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！你任由着你儿子赚黑心钱，你的良心难道就不会疼吗？谁赚黑心钱了？你是在说强子吗？除了刘强，你还有其他儿子吗？刘强干了什么，大家都知道了。你少在这里装傻充愣，看着我都觉得恶心。哼，以前我们还以为刘强真是个大善人，我呸！没想到也是一样的吸血鬼。我老公昨天才给乡亲们发了钱，发了米油。你们谁见过天底下有这样的吸血鬼？发钱、发米、发油都是幌子。刘强那个狼崽子的目的，就是为了给乡们下套，这样他才好狼心狗肺的赚黑心钱。刘婶，你冷静一点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今天是我公公的60大寿，你们来这么闹事儿，这不合适啊！滚一边去！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！老婆！卓英，你怎么样了？刘强杀他！你说怎么你居然吼一下了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当然是讨回公道。刘强，你们两口子想赚乡亲们的黑心钱，我林薇薇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赚乡亲们的黑心钱？林薇薇，我看你没工作，所以才好心让你做我的助理。你竟然忘恩负义，血口喷人！够了，刘强，乡亲们都已经知道你干的勾当，你就不要再装了。你再这样胡搅蛮缠，只会让大家伙感觉更加恶心。我装什么了？林薇薇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还不承认是吧？好，那我问你，这合同上西瓜收购商给你每斤2块的收购价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？乡亲们，刘强已经亲口承认，西瓜收购商给他的收购价就是每斤2块钱，他却昧着良心以1块5的价格收购乡亲们的西瓜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怎么就不要脸了？没有我，你们的西瓜能卖1块5一斤吗？你个黑心崽子！平素假惺惺装得像个人，没想到竟然真的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。1斤西瓜赚我们5毛，1000万斤就是500万。刘强，你赚的可都是我们村民的血汗钱啊！大家伙冷静一点，强子从小忠厚老实，是不可能昧着良心赚大家的黑心钱的。事实摆在眼前，老刘，你就别再狡辩了。村长，你们不要听林薇薇胡说，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你还敢狡辩？乡亲们累死累活，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，你动动嘴皮子拉个皮麻皮就净赚500万，狗奸商！你简直就是在喝我们村民的血！对，狗奸商！对，狗奸商！狗奸商！狗奸商！够了！我刘强真想不到你们竟然这么不识好歹。好，今年的西瓜我收1块5一斤，你们觉得卖亏了是吧？行，现在我宣布西瓜收购计划取消，你们爱卖给谁卖给谁。乡亲们，你们就知道有5毛的差价，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搬运的人工要不要钱？车辆物流要不要钱？外贸税费要不要钱？实话告诉你们，这次收购西瓜，我刘强不但不挣钱，每斤还要倒贴3毛。什么？你还倒贴3毛？真的假的？1斤3毛，1000万吨就是300万，这样的亏本买卖你会干？他当然不会干，他刘强多精的一个人啊！他干这赔本的买卖图什么？要是你们会干吗？林薇薇，
你没有任何证据就肆意败坏我的名声，你这是诽谤！哟，还带威胁上了。刘强，村里人不知道你在外面干了什么，我可上过大学，我在网上搜过你的八卦新闻，你靠坑蒙拐骗发的家，听说在国外还因为贩毒坐过牢，你以为你自己干净啊？你胡说！网上那些帖子都是竞争对手故意抹黑我的谣言。哎呀，我说刘强怎么发了横财呢？原来是在外面做了这么多见不得人的丑事。你这狼崽子不但诈骗还贩毒！天哪，你怎么对得起你们刘家的列祖列宗啊！村长，原来刘强挣的就是脏钱，就这还回来臭显摆！我呸！现在还想挣我们西瓜的差价，你做梦！就是，真想不到刘强竟然是这种人啊！刘强竟然是这种人啊！你们，昨天我给你们发钱的时候，你们还以我为傲，今天就因为林薇薇的造谣，你们就对我恶语相向，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你们嫌我挣的钱脏是吧？好啊，文叔、刘婶儿，还有你们，昨天谁没领我发的钱？还有米、面、粮油，我要你们马上把这些东西都给我退回来！刘强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发出去的东西你还想要回来？你的黑心钱发到我们善良的村民手里，也算是行善积德了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乡亲们，我老公白手起家，挣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。他每年都来给村里的老人们发钱，还给村里投资修公路、盖医院，还资助贫困大学生。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一两个人的挑唆，就对他这样恶意诽谤啊！没错，我儿子为了咱刘家村掏心掏肺，他从来没有赚过乡亲们的一分钱啊！你们都摸摸良心，咱们整个刘家村谁没得过我儿子的好处？你们不能这么黑白不分啊！刘安生，你儿子是做了些微不足道的好事儿，但他还不是为了臭显摆。如今可好，骗取了我们的信任，就准备敲骨吸髓了。你这个死瘸子还敢护犊子！你儿子干了那么多缺德事儿，活该你中风瘸一辈子！爸，你怎么样了爸？爸，你中风才刚好，千万不能动气啊！你们太过分了！林薇薇，你今天煽动大家搅闹我爸的寿宴，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哟，你吓唬我呢！刘强，事已至此，你就认罪吧。要是你把那5毛西瓜的差价补给乡亲们，然后给我们磕头认罪，我们还可以原谅你。对，给我们磕头认错，补差价。要我磕头认罪？你们妄想！今年的西瓜我不收了，你们就等着它烂到田里吧！刘强，你吓唬得了乡亲们，吓唬不了我。我知道你那个买家史密斯先生就在附近，这合同上就有他的电话，你能联系他，我也可以。我一个电话照样能以2块1斤的价格把西瓜卖出去。你，哼，你真觉得联系上史密斯就能搞定一切？好。你可以试试，试试就试试。你以为史密斯是你爹啊？人家认的是西瓜，又不是你。对，薇薇，你快给史密斯打电话，让他马上来收西瓜。喂，你好，是尊敬的史密斯先生吗？林薇薇是刘总助理，刘总应该是太忙了。所以才全权委托给他的吧？当然可以，我随时听从林小姐的吩咐。哦，好。对了，那个收购价格还是2块钱1斤，对吧？当然，2块钱1斤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Yes， 谢谢您，史密斯先生，您尽快过来，我在村里等您。刘强，你听到了吧？史密斯已经同意跟我交易了。乡亲们，史密斯先生正缺货源，要不然
也不会大老远来我们这里收购。今年刘家村的西瓜，我按2块钱1斤给你们，我林茵茵绝不赚乡亲们1分钱的差价。太好了，今天。你们真以为史密斯先生是因为货源短缺才来这里的吗？不然呢？你该不会想说史密斯先生是冲你的面子才来的吧？真是可笑！微微真是好样的，比刘强这个黑心奸商强1万倍。微微真是个商业奇才啊！一个电话就搞定了西瓜的销路，以后咱们村可就全靠微微了。刘强，西瓜我已经帮乡亲们卖掉了，现在该好好和你算算账了。跟我算账？林微微，你替我收购西瓜，我正求之不得。史密斯这个客户我可以给，订单我也可以给你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沽名钓誉，意图黑乡亲们的钱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要你给乡亲们下跪道歉。要我下跪道歉？林微微，你真以为史密斯来了就会收你的西瓜？如果他知道村里的村民都是像你一样是非不分的白眼狼，这西瓜你1斤都别想卖出去。好啊，你还想在史密斯先生面前说我们村的坏话，对不对？乡亲们，我提议把刘强这个畜生绑了，让他跪在村口，等史密斯先生来了，让他看看这个黑心奸商的真面目。对，畜生，绑了他！对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放开我！不，你们放开我老公！老婆！我的孩子，我的孙子，我的孙子！不，爹，老婆，你们放开我！啊 ！What are you doing？ 大家好，这位就是法国的西瓜收购商史密斯先生。这史密斯先生一看就是大老板。史密斯先生，我是刘家村的村长林志。M26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史密斯先生，情况等会儿我再慢慢告诉你。现在我先送若仪去医院。你们想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事情还没解决，你休想走！没错，国有国法，村有村规。刘强，你得给乡亲们交代清楚，才能离开刘家村。史密斯先生，先让你的人送若莹去一下医院，她很危险。你们2个快送刘夫人去医院，有什么事儿随时向我汇报。是。老公，老婆，你先去医院，等处理完这里的事儿，我就过去找你。站住！我们同意让你们走了吗？你们这群刁民，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微微，这史密斯怎么这么凶？我们要找的人是刘强，就先让张若莹去医院吧，别真闹出人命。爸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我先送您进屋休息，这里的事儿我来处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M26，我们联系的物流车队一会儿就过来，下午刘家村的西瓜就可以装车了。物流车队不用来了，刘家村已经没有西瓜需要收购。刘强，你给我住嘴！刘家村的西瓜1斤都还没卖，怎么会没有西瓜需要收购？你个狼崽子，吃不到黑心钱了，就想断大家伙的财路，你真是好歹毒的心！尊敬的史密斯先生，我是刘家村的村长。刘家村有大量的西瓜需要收购，刘强这家伙纯属在胡说八道，您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。在胡说八道的是你们这些刁民素质低下。不要说收购你们村的西瓜，就是白送给我，我都1斤不会要。这我有没有说？现在刘家村的西瓜，史密斯要还是不要？史密斯难道真不要我们的西瓜了？我家的外债还等着卖了西瓜还上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是啊，我孙子下个月就要出国留学，还差10万块钱了。
如果史密斯真不要我们的西瓜了，我孙子下个月还怎么出国啊？你们狼心狗肺！现在西瓜卖不掉了，是你们咎由自取，这就叫恶人自有恶报。微微，史密斯好像很认可刘强，你是不是没有搞定史密斯啊？别慌，史密斯是因为没有搞清楚情况，所以才会暂时站在刘强那一边的。史密斯先生，还记得我吗？我林薇薇。哦，你是林助理。微微还真有本事，竟然和史密斯关系已经这么亲密了！恭喜！老林啊，我们得先在这里恭喜你了。你们家恐怕很快就会多上一个养女婿。多谢乡亲们。那个密斯啊，法国好像有个什么埃菲尔铁塔，对吧？等你和薇薇喜结连理后，你一定要带我去法国看看。爸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什么是喜结连理？你可真坏，明知道是什么意思，还要故意问我。好了，我同意了。你同意什么了？好了，这事儿等会儿说。现在我们先说刘家村西瓜装车的事儿吧。装什么车？难道前面你没有听到 Mr. 刘说刘家村已经没有西瓜需要采购了吗？刘强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他一斤西瓜只给乡亲们1块5，昧着良心赚黑心钱，乡亲们都不把西瓜卖给他了。现在刘家村的西瓜由我林薇薇负责。亲爱的史密斯，你找我交易就行了。林小姐，您是 Mr. 刘的助理，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？No， 现在我已经不是刘强这吸血鬼的助理了。亲爱的，我单干了。没错，刘强这狼崽子绞尽脑汁的赚我们大家伙的黑心钱，我们对他失望至极，他已经被我们抛弃。现在刘家村的西瓜全由薇薇负责。史密斯先生，刘强就是个坏进了骨头缝的玩意，以后你最好离他远一点，不然指不定哪天他就会对你捅阴刀子。你们简直一派胡言 ！Mr. 刘对你们这么好，你们竟然不知道感恩，简直狼心狗肺！以后我们不要说西瓜了，就是西瓜籽都不会再收购刘家村一粒。薇薇，史密斯为什么还不肯收购我们的西瓜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家孙子还等着卖了西瓜出国留学了。如果史密斯不收购我们的西瓜，这耽误的可是他一辈子的前程啊！史密斯先生，您是商人，收购西瓜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。至于这西瓜是从刘强手里收，还是从其他人手里收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真是夏虫不可语冰，井蛙不可言海。林薇薇，你连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没有搞清楚，就只想着耍心眼、玩阴谋诡计，真是又可怜又可悲。刘强，你给我闭嘴！辜负了乡亲们对你的器重和信任，可怜可悲的人是你。史密斯先生，你们肯定是因为急缺西瓜，才会需要收购1000万斤。现在乡亲们不把西瓜卖给刘强，如果您不收购我的西瓜，去哪里找1000万斤西瓜卖给您的客户呢？没错，1000万斤西瓜可不是小数目，除了刘家村之外，就算方圆180里的村子加起来，也绝对凑不够1000万斤西瓜。史密斯先生，你们肯定和你们的客户也签订的有合同。如果到时候你们无法给客户提供1000万斤西瓜，肯定免不了要支付违约金吧？对，要是不收购我们的西瓜，你们就等着给你们的客户赔钱吧。这次收购刘家村的西瓜，本就是我们找老客户帮忙，他们才答应帮忙销售的。这生意本身就没有什么利润，现在我们不收购刘家村的西瓜，我们的老客户反而求之不得了。做生意没有利润，谁信啊？老伙计，什么事儿？这次让你们帮忙销售1000万斤西瓜的事就此取消。真的吗？这实在太好了。现在你们相信了吧？洋鬼子，史密斯先生，你想要当刘家村的女婿，怎么可以这么对待乡亲们呢？史密斯，想要当我们村的女婿，得到乡亲们的认可，你就必须收购刘家村的西瓜。天旺，你是刘家村的村长，薇薇是你女儿，你得帮帮乡亲们，
大家可都指望着你了。那个，密斯，如果你不收购刘家村的西瓜，我是不会同意让你走进林家的门的。我为什么要走进林家的门？傻瓜，我爸的意思是，你不收购刘家村的西瓜，他就不同意你当林家的女婿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当林家的女婿？好了，亲爱的，你就别不好意思了。你的心意我都知道，我同意嫁给你，当你的老婆，但前提是你必须收购刘家村的西瓜。我早就结婚了，儿子都会打酱油了，你是有病吧？什么？你结婚了？这怎么可能？看清楚，她就是我的老婆。你既然已经结婚了，为什么一见面就贴我的脸对我示爱？你这叫欺骗感情，是违法犯罪！你这洋鬼子，竟然欺骗我女儿的感情，真的太可恨了！你有老婆还追求人家小姑娘，脸皮怎么能这么厚？我什么时候欺骗感情了？什么时候追求她了？见面贴脸，这是我们法国的见面礼。刘强，你笑什么笑？什么贴面礼？你肯定是在胡说八道！你明明就是喜欢我。林薇薇，你爸他们不知道贴面礼还情有可原，但你一个大学生，每天脑子里就装些歪门邪道，一点国际常识都没有，真是可恶。你说谁没有国际常识？有没有？你用手机上网查一下不就知道了？真的有贴面礼？原来史密斯并没有看上薇薇，这可怎么办了？史密斯没有看上薇薇，那他岂不是真不会再收购刘家村的西瓜？当初是你说刘强黑了大家伙的血汗钱，我们才会跟他决裂的。我家还等着卖了西瓜还外债，你得对大家伙负责。对，林薇薇，你必须负责，必须负责，必须负责！乡亲们，你们先别急嘛。史密斯，你是法国的大老板，做生意怎么可以这么言而无信？说不收购刘家村的西瓜就不采购了？没错，你们这种大老板还这么言而无信，这不是瞎胡闹吗？对，说出口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，哪里有往回收的道理？你们知道为什么这次收购刘家村的西瓜要倒贴钱？我们还会选择做这次西瓜的收购商吗？那是因为明德集团的董事长要帮你们，他也是我一直仰慕、想要结识和合作的人，送他的面子，我才会来你们刘家村。明德集团是那个世界500强的明德集团吗？可是我们好像都不认识明德集团的董事长啊。是啊，明德集团是世界500强，他们的董事长那可是天大的人物，我们哪里有机会认识他啊？没错，我的确和明德集团的董事长很熟。薇薇，你真认识明德集团的董事长？当然，明德集团的董事长非常欣赏我的才华，所以才会优待刘家村。他什么时候欣赏你的才华了？林薇薇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这匹千里马，只有董事长那种伯乐才懂得欣赏，像你这种奸商，又怎么会知道什么叫才华呢？林薇薇，你病得不轻，真的该去医院看看脑子了。刘强，你绞尽脑汁的赚脏钱、黑心钱，满脑子龌龊，该去看脑子的人是你。林薇薇，你知道 Miss 刘是谁吗？他是谁？你先不要，我想警告你，如果你敢违背董事长先生的意愿，我现在就给他打断，这辈子你都别想再跟董事长先生合作。薇薇，你真的太棒了，竟然能得到世界500强公司董事长的重视。洋鬼子，我劝你赶紧付钱购买刘家村的西瓜，不然等到董事长先生发飙，你再哭鼻子可就晚了。没错，赶紧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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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薇薇，你真认识董事长先生？
秃顶认识。董事长还有意让我当董事长夫人了。事已至此，只能先忽悠史密斯把西瓜给收购了，不然以后我在刘家村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。林薇薇，你是得了妄想症吗？刘强，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。董事长喜欢我，你就羡慕嫉妒恨吧。林薇薇，你是真不要脸啊！你知道董事长先生就在现场吗？什么？董事长就在现场？董事长就在现场？他人呢？我怎么没看见？是啊，我也没看见。你说董事长在现场，你倒是告诉我们他在现场哪里啊？明德集团的董事长就是刘强 ，Mrs. 刘。什么？刘强是董事长？这是真的吗？如果刘强真的是董事长，前面我们那么对他，岂不是大错特错？刘强是董事长，真的笑死我了！有这么好笑吗？林薇薇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史密斯，你撒谎也要撒个像样的。你说刘强是明德集团的董事长，你怎么不干脆说他是玉皇大帝了？就是。原来史密斯是在撒谎，刚刚真的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刘强真的是董事长了。我就说嘛，一个靠着赚脏钱、黑心钱的狼崽子，怎么可能真是董事长？刚刚我的心都差点被你这洋鬼子吓得蹦出来了。Mrs. 刘本来就是明德集团的董事长，你们就是一群鼠目寸光、忘恩负义的刁民。住嘴！你说刘强是董事长，有什么证据？史密斯，这是明德集团的营业执照，它可以当做证据。它可以当做证据。这上面怎么真的有你的名字？因为我就是明德集团的董事长，这上面自然有我的名字。明德集团的法人是刘强，真的是董事长吗？刘强不是靠着赚脏钱起家的吗？他怎么可能是世界500强集团的董事长？刘强如果这么有钱，他怎么会绞尽脑汁赚乡亲们的？这不应该啊！没错，这营业执照肯定是假的。刘强如果真的是明德集团的董事长，身家1000亿，又怎么会看得上刘家村的西瓜这3瓜2枣呢？一群无知的蠢货！我们给 Mr. 刘1斤西瓜2块的收购价，他给你们1.5块1斤，连带人工、物流、外贸水费，他每斤还得倒贴3毛。这是真的吗？刘强真的每斤西瓜还要倒贴3毛？你们不是要证据吗？这是我在明德集团的办公室，这是我在集团大会上讲话的照片，这些都可以证明我就是明德集团的董事长。这一切都是真的！刘强真的是明德集团的董事长。刘强竟然真的是董事长，我们这简直就是大错特错！薇薇，刘强是董事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刘强从来没有说过他是明德集团的董事长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。史密斯先生，刘夫人只是动了胎气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好的，谢谢。Mr. 刘夫人没有大碍，我公司下午有贵宾来访，我要先回省城一趟。去吧，今天的事多谢，回头电话联系。强子，你果然没有辜负乡亲们对你的期望，你竟然已经是世界
世界500强集团的董事长，真的太了不起了！刘婶儿为你点赞。没错，强子，你就是我们刘家村的骄傲。文叔啊，以你为荣。我不是电诈贩毒赚脏钱吗？你们别这样，我担当不起。哥，我前面那就是玩笑话，你别当真。对，强子，你是企业家大老板，我们那就是在调节气氛。玩笑话，调节气氛，那信口雌黄，那叫诬陷，那叫诽谤。强子，你别生气，我承认前面是我们错了，我在这里向你道歉。强子，我也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强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强子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误会你。好了，现在大家伙都给强子道歉了，这件事儿到此为止，以后大家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没错，刘家村出了哥这样的企业家，是整个刘家村的光荣，大家欢迎。村长，现在该说说西瓜的事儿了。强子，现在误会都解开了，西瓜还是按着1块5一斤卖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我看你在做白日梦。强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们的西瓜爱卖给谁就卖给谁，跟我再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。乡亲们都已经给你道歉了，你还想要怎么样？道歉？我不稀罕。现在请你们离开这里，刘家不欢迎你们。强子，乡亲们都已经放低神态，你这样可就不对了。没错，大家都是邻里乡亲，现在歉也道了，对不起也说了。强子，你别无理取闹了，行不行？我无理取闹，是你们忘恩负义、罔顾事实，不但侮辱我，还欺辱我的家人。现在你们一句道歉，一声对不起，难道我就应该感恩戴德不成？强子，你冷静一点，我们都是你的长辈，你这样对我们大呼小叫不合适，人还是要懂点礼貌。你也配提长辈2个字？我问你，这些年你领取了我多少追问金？你家领取了我多少米油？你要是有一点长辈样，会不分青红皂白冲来我家，把我爸的寿宴搞成这样吗？强子，这一切都是因为误会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刘家村的人都对你们刘家恩重如山，你也就别继续得理不饶人了。没错，乡亲们对你们刘家可谓仁至义尽，你又何必揪住一点小事不放了？你们对刘家恩重如山，仁至义尽，林天旺，你们还能要点脸吗？老刘，你别激动，我只是在实话实说嘛。对呀，老刘，我们的确对你们刘家不错嘛，说恩重如山，仁至义尽也不过分。好一个不过分！20年前，当时你儿子出生，你没有奶水，是不是我每月贴补20，一共整整12月，你儿子才喝上的奶粉？这也是20年前，你爸和你老婆相继生病，当时穷的连锅都揭不开了。是不是我每月给你们家买1袋5块钱的米，坚持了整整2年，你家才度过的难关？你们摸着良心说，究竟是谁对谁恩重如山，仁至义尽？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老刘还提那些陈年旧事干嘛呢？老刘，你也说是20年前，这么长时间，我都有点记不清了。陈年旧事对吧？记不清了对吧？好，那我们再说说今年的事儿。刘婶儿，前年你家儿子得了急性胰腺炎，强子二话没说，就给你们拿了20万，这事儿
你总还记得吧？你女儿大学毕业，找不到好工作，昨天强子才给她安排了助理工作，开了1万的月薪。这总不是陈年旧事了吧？我们老刘家，自我这一代，再到强子这一代，一直对你们掏心掏肺。我们父子究竟哪一点对不起你们了？我不图你们知恩图报，但强儿为刘家村做了这么多，你们这么诬陷和欺负他，真的是太没有良心了。够了，刘安生，你就少得理不饶人了。你们父子帮我们，不就是为了博取好名声吗？没错，你们父子的确帮过大家伙，但你们也得到了大家伙的称赞，也算互利互惠。对，你们父子是有付出一场，但也得到了好名声，这也算是一桩公平的买卖。好一个互利互惠，好一个好名声，我们真的好稀罕啊！爸，升米恩，斗米仇，多说无益，以后我们远离这些白眼狼就是了。好，强子，爸错了，以后再也不会强迫你帮这些白眼狼了。好了，你们也别一口一个白眼狼了。事已至此，相互指责已经无济于事。我们还是说西瓜的事儿吧。你们就不要再费唇舌。刘家村的西瓜，我是不可能再收了。如果你不收刘家村的西瓜，我们就把你们全家赶出刘家村。村长说的没错，就这么干。富贵不返乡，如锦衣夜行。哥，离开了刘家村，哪里的人还会像这里的乡亲们对你们这么热情，这么抬举着你们呢？孰轻孰重，相信你们能分得清。强子啊，自你爸那一代，就是村里的善人、名人，这些输入都是刘家村的乡亲们赋予你的，你可要懂得珍惜啊！强子，只要你继续收购刘家村的西瓜，我保证你和你爸在刘家村的地位就能继续保持不变。像你这样的大老板，几百、几千万就是毛毛雨，你花这么一点钱就能继续留在刘家村，被乡亲们称赞着，这真的太划算了。强子，你就别再犹豫了，赶紧付钱购买我们的西瓜，按着1块5的收购价就行了。等晚上我们给你爸办个篝火晚会，好好帮他庆祝庆祝他60岁大寿。你们给我听清楚了，不要说1块5，就是1毛5、1分5。刘家村的西瓜，我刘强都不会再收购1斤，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呀，你这孩子怎么油盐不进了？就算收购刘家村的西瓜，刘家村的西瓜，你1斤要贴3毛，1000万总也才贴300万。你堂堂世界500强集团的老板，还在乎这点钱吗？是啊，强子，以你的身家，现在钱在你眼里就是个数字，300万就是毛毛雨，你何必看得这么重呢？我是不在乎300万，但我收购你们这群白眼狼的西瓜，我图什么？难道我图你们红口白牙？图你们忘恩负义？图你们狼心狗肺吗？前面我们不是都说了，一切都是误会吗？对啊，都是误会。我们要知道你是明德集团的董事长，也不会怀疑你，这还不是要怪你自己没有向乡亲们表明身份吗？没错，强子，如果你不隐藏身份，哪里有前面那些事儿？你自己得负主要责任。就算我没有表明我就是明德集团的董事长，但每年我给村里发的是不是真金白银？我帮助你们是不是掏心掏肺？今天的事儿跟我表不表明身份没关系，它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你们的贪婪，你们的自私自利。我和你们的关系犹如这双筷子，从此恩断义绝。强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请你们离开我家，
不然我就报警了。都是一家人，报警那就见外了。不走对吧？以你们前面在我们家的所作所为，每人拘留15天，应该问题不大吧？快走！今年的西瓜本来可以卖1.5块一斤，那可惜我们听了林薇薇的挑唆，最后连2毛钱一斤都没有卖到，还烂了大半在地里，真是损失惨重啊！谁说不是？因为林薇薇那该死的，我们伤害了刘强，导致我孙子连出国留学都放弃了。我心里现在就像被刀子在剐着。回头想想，刘家父子对我们真的已经仁至义尽。现在他们搬离了刘家村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给我们发钱放物了。所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这都是我们咎由自取。我这心里悔恨啊！